一对中年夫妇在睡梦中遭遇袭击，幸存的4岁曾孙向警方讲述了奇怪的事情：一个绿色怪物融化了他的曾祖父母。警方从孩童的角度出发，理解了其中的意思，仅仅几天后便成功抓获了凶手。然而，即使案件侦破，受害家属也难以接受凶手的身份和犯罪动机。一个看似无害的年轻人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布拉德福德，该地区位于俄亥俄州的中西部，距离辛辛那提大约96公里，人口仅不到800人，属于达克县和迈阿密县，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主人公杰克和琳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两人年龄相差5岁，在结婚前都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杰克于1951年出生在俄亥俄州达克县，他是一名农场主，在上一段关系中与前妻生下了2个儿子，特拉维斯和格雷格。杰克拥有小儿子格雷格的抚养权，与格雷格的关系最为亲密。琳达出生于1947年，她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在上一段婚姻中育有3个女儿，当时这3个女儿都已结婚生子，琳达除了是一位母亲，还是11个孩子的祖母。这对夫妻相识于1989年，结婚在1996年。婚后他们居住在布拉德福德一处占地40英亩的农场里，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杰克的小儿子格雷格。除了这个农场，夫妇2人还拥有几套用于出租的房产。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好，经常给家族成员提供帮助，其中受益最大的是琳达的外孙女安博。安博是琳达小女儿所生的孩子，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与男友安德鲁生下了一名叫达蒙的男婴。达蒙的到来给安博父母制造了很大麻烦，用他们的原话说，当时恨不得要把安博的头给拧下来。让安博父母如此气愤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安博的男友安德鲁不愿意承担抚养责任，而安博的父母又没有抚养能力，所以达蒙的去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最后好在杰克和琳达及时伸出援手，这个问题才得以妥善解决。杰克和琳达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了达蒙的抚养权，他们不仅收养了达蒙，还为了能让达蒙经常见到母亲，让安博也搬进了他们家。杰克和琳达对达蒙非常疼爱，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达蒙身上付出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在曾祖父母的精心照料下，达蒙成为了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他很聪明，有着超越同龄人的表达能力，也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容易明白一些事情。在达蒙3岁那年，杰克的小儿子格雷格搬出了农场，安博也结交了新的男友，搬到了外面居住。这让杰克和琳达意识到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而达蒙迟早也要回到母亲安博的身边。尽管有很多不舍，但是为了达蒙着想，他们还是决定把达蒙的抚养权归还给安博。夫妇2人与安博达成约定，等到达蒙接受完学前教育，就让安博带走达蒙。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还没有等到这天的到来，就在一次袭击中失去了生命。2003年3月27日早上9点15分，达克县警局接到了一通奇怪的报警电话。一名教堂学前班的老师报告称，4岁的达蒙身上有少量血迹，嘴巴一直不停重复着他的曾祖父母在家快要融化了。911 emergency? The little boy just ran in the front door of the church. He's got a small amount of blood on his leg and on his sleeve. How'd he get to the daycare? Walked here. How old is he? He's 4. He's 4 years old and he walked there? Yes, he did. And he said his grandparents are Americans. Okay. And they have blood all over them. 这通电话让警方感到匪夷所思，虽然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紧急求助，但无法理解人为什么会融化。直到来到杰克夫妇的住所后，警方才明白了达蒙想表达的意思。杰克和琳达满身遍布血迹，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经检查，2人均遭到霰弹枪近距离击杀，凶手使用的是一种名为毒头弹的霰弹枪子弹，这种子弹通常用于打猎，威力十分巨大。杰克的后脑位置有一处巨大的枪伤，而琳达的伤口则在脸部和右手心，这表明杰克是第一位遇害者。
琳达在听到枪响后惊醒，出于本能反应，她用手掌挡住枪口，从而留下了这2处枪伤。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我特意找了这张在《终结者》电影中出现的类似场景。虽然电影有夸张的成分，但与现实情况相差不多。霰弹枪近距离射击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伤口，当时杰克和琳达的样子在达蒙看来就像是快要融化了。案发现场没有丢失任何贵重物品，夫妇2人的钱包就放在明显的位置，也没有拿走。警方在床上找到了一块用于给枪支消音的棉布，又在房子外面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鞋印。此外，杰克夫妇家的电话线被人剪断，地下室的窗户也遭到破坏，因此判断凶手是通过地下室进入了房间，作案动机可能是私人恩怨。当警方来到达蒙的卧室检查后，他们在门把手和地板上发现了少量血迹，这表明凶手曾来过达蒙的卧室，而幸存的达蒙可能看到过凶手。于是警方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询问了达蒙案发当晚的情况。 Won't you tell me what your name is? Damien Huffman Myers. How old are you, Damien? I turned 4 because I had my birthday already. Okay. 达蒙的表现能力很好，而且也非常聪明。他向警方详细讲述了事发经过。I ran downstairs and I went in the bedroom and I was trying to wake them up. Were they just laying there in bed, or where were they at? They was laying in bed, melted. You saw blood? Yeah. Okay, where did you see blood at? On the pillows and the covers and on the bed. And then I started crying, but I tried to call 911. 根据达蒙的说法，那晚他在睡觉时突然听到了开门声，起初他以为是曾祖父来到了房间，但仔细一看，那人不是曾祖父，而是一个拿枪的绿色怪物。当时他感到非常害怕，于是赶紧眯上双眼，假装自己睡着了。隐约中，他看到那个绿色怪物拿枪指向了自己的头。一段时间后，他悄悄睁开眼睛，打量了房间，发现刚才那个绿色怪物已经不见了。他担心这个绿色怪物可能躲在了角落里，所以一直躺在床上没敢乱动。直到天亮以后，他才鼓起勇气走出卧室。当他来到曾祖父母的房间时，发现2人身上流了很多血。他用纸巾尝试清理了曾祖父母身上的血迹，但是血迹实在太多，根本擦不干净。随后他拿起电话准备拨打911求助，然而他尝试拨打了好几次，电话那头始终没有任何声音。于是他赶紧换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幼儿园，向老师报告了这一情况。达蒙的说法与案发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这表明他所说的内容是准确的。警方从达蒙的描述中得到了几个潜在线索。凶手在作案时穿着绿色衣服，被达蒙误认为是绿色怪物。从进入卧室到离开，凶手既没有开灯，也没有使用辅助光源，这说明他对卧室的布局非常熟悉，可能是熟人作案。基于这一点，警方暂时将达蒙保护性拘留，在案件没有侦破之前，任何亲人不允许靠近他。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警方得到了犯罪实验室传来的消息，凶手使用的霰弹枪子弹属于联邦品牌旗下的一款猎鹿弹，而俄亥俄州的打猎季节通常在秋季和冬季，所以这类子弹在现在的月份并不热销。调查子弹的购买记录是一个可跟进的线索。另外，法医通过分析夫妇2人胃部食物消化程度，推测出2人的遇害时间大概发生在凌晨3点到早上9点之间。后来这个时间被进一步缩小，一位目击者表示，案发那晚4点45分，他在下夜班回家时，在杰克夫妇的家门口遇到了一辆准备离开的小型货车。虽然他没有看清楚货车的颜色，但非常确定这是一辆外来车辆，因为这里的居民没有人拥有这类货车。根据尸检结果以及目击者提供的线索，警方确定夫妇2人的遇害时间发生在凌晨3点到4点45分之间。得到这些线索后，警方兵分2路，立即展开了调查工作。一部分警员负责到各大商店调查猎鹿弹的销售情况，而另一部分警员则负责调查夫妇2人的人际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警方很快锁定了第一位嫌疑人达蒙的生父安德鲁。He wants to see him. Everybody's keeping him from seeing him. He's told me that, if they were out of the picture, things would be different. 根据达蒙的母亲安博描述，
当初对达蒙不管不顾的安德鲁，现在对孩子的抚养权产生了想法。安德鲁非常反对杰克和琳达收养达蒙，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安德鲁和达蒙见面。案发前不久，琳达曾告诉家人，安德鲁对他们发出了死亡威胁，如果他们发生意外，一定是安德鲁干的。得到这个线索后，警方立即前往肯塔基州询问了达蒙的生父安德鲁。安德鲁承认对杰克夫妇心存不满，也表示想要重新夺回抚养权，但他坚决否认与谋杀案有任何关系。当被问到案发那晚的去向时，安德鲁表示，那晚他一直在上夜班，没有离开过肯塔基州。通过相应的不在场证明以及测谎，警方确信了安德鲁的说法，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下一位引起警方注意的是杰克的大儿子特拉维斯。据琳达的女儿描述，特拉维斯与父亲杰克的关系非常紧张，起因是这对父子曾合伙开办过一家养猪场，杰克拿走了特拉维斯全部积蓄用于经营养猪生意，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养猪场倒闭了。特拉维斯怀疑杰克是在诈骗他的积蓄，所以事后一直想要回损失的资金，但是杰克始终不愿意答应。为此父子两人发生过很多次冲突，甚至连杰克结婚，特拉维斯也没有参加。警方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犯罪动机，但他们并不知道特拉维斯的具体住址，于是找到了杰克的小儿子格雷格了解情况。然而非常巧合的是，当时特拉维斯刚好就在弟弟格雷格家。鉴于这种情况，警方将兄弟二人一并带回警局进行了询问。 I didn't talk to Jack for probably 15 years, and I think you and your dad weren't real close. no, he a con artist and a swindler, and he was a lousy piece of that's all he was, really. 特拉维斯承认与父亲杰克的关系不好，但坚持与本案无关。尽管特拉维斯看起来非常可疑，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并且也顺利通过了测谎，所以警方相信了他的说法。此时正在另一间审问室接受问话的格雷格与哥哥特拉维斯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谨慎，警方问一句他答一句，从不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当被问到案发那晚的去向时，格雷格表示，那晚他一直和女友在一起，早上5点左右就去了工厂打卡上班，对案件的情况并不了解。警方核实了格雷格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得到了互相矛盾的说法。格雷格的女友表示，那天清晨4点左右，他起床后没有在家看到格雷格，当时他给格雷格打了电话，但格雷格没有接听。对此，格雷格解释说，那天他起得很早，由于担心继续入睡可能会睡过头，所以就提前来到了工作地点。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汽车里等着工厂开门，没有去过其他地方。警方不相信格雷格的说法，因为他离开家的时间与目击者看到可疑车辆的时间高度一致。尽管当时警方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但为了防止格雷格逃跑，他们冒着风险暂时拘留了格雷格。接下来警方申请搜查令，检查了格雷格的住所，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如果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证据，警方将面临司法纠纷，所以当时他们的压力很大。不过好在案发第二天，一名叫约翰的知情者出现，让警方扭转了局面。 Why don't we just start out with you tell us what you know. Make a long story pretty much short, when me and him used to start off go hunting all the time. Now me Me and Greg Myers. We was out hunting one day. Like, yeah, when my dad dies, I'll be able to have all that out there and we plant trees. And Each farm was to be left to him. that is exactly what he has told me before. And asked me if I knew where I could get a gun at. He's like,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somebody to go up to my mom's and my dad's and shoot them. 这次谈话结束后不久，警方很快又有了新的收获。凶手所使用的霰弹枪子弹来源已经查明，此类品牌的子弹在当地最近仅有1次交易记录。通过查询超市的监控以及付款信息，警方确定购买子弹的人就是格雷格。至此，警方已经确定了凶手的身份，但现有证据不足以给格雷格定罪，他们还需要找到作案的凶器。警方怀疑格雷格可能把凶器丢在了回家或者上班的路上，于是沿着他可能经过的线路展开了搜查。经过数天的努力，警方终于完成了案件的最后一部分，
他们在一条小河里找到了一把枪管带有棉布的霰弹枪，以及一包装有大量物证的垃圾袋。经过比对，霰弹枪枪管上残留的棉布与案发现场发现的棉布相同，垃圾袋里装有一件绿色雨衣、一双鞋子和一副一次性手套。绿色雨衣与达蒙描述的凶手着装一致，鞋子底部的纹路也与案发现场的鞋印相同。最重要的是，一次性手套的食指部位，也就是开枪的那根手指，留下了格雷格的指纹。尽管警方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但格雷格仍然不愿意承认罪行。警方通过知情者提供的线索以及已掌握的证据，重建了事发的经过。杰克对小儿子格雷格非常宠爱，从很早就已经立好遗嘱，格雷格将在杰克和琳达去世后继承全部家产。格雷格通过遗嘱摸清了父亲的财务状况，从那时开始，他就不再好好工作。搬出农场的那段时间，格雷格基本上是靠父亲的资助生活。起初，杰克对格雷格的要求还会一一满足，但久而久之，杰克认为格雷格养成了不劳而获的习惯，于是中断了经济支持，打算让格雷格自力更生。格雷格没有了父亲杰克的帮助，财务状况急转而下，他每月微薄的收入难以应对日常开销，更别说还要偿还房贷，所以当时格雷格的情况非常窘迫。案发前段时间，格雷格因为没有及时偿还房贷，房子即将被银行收回，为了给自己和女友找个落脚的地方，格雷格就打起了父亲农场的主意。原本格雷格计划找人杀掉父亲和继母，提前继承家产，但孤凶作案需要花很多钱，而他又没有钱，于是便自己实施了这个计划。案发当晚，格雷格带着作案工具开车来到了父母的农场，由于这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所以很轻松就进入了房间。格雷格首先开枪打死了熟睡的父亲杰克，接着又开枪打死了惊醒的继母琳达。在收拾完残留的弹壳后，格雷格又去了达蒙的卧室。原本格雷格没打算留下活口，但看到年幼的达蒙还在熟睡，格雷格认为他不会造成威胁，于是就放过了他。作案结束后，格雷格没有翻找家里的现金，也没有拿走贵重物品，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早晚都是他的，没有必要现在拿走，所以格雷格没有过多停留，很快开车离开了现场。2004年4月，杰克夫妇遇害近1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格雷格·迈尔斯因2项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幸存的达姆被母亲安博抚养长大，现年24岁的他是一家制造企业的员工。多年来，达蒙一直保持低调，不愿回忆这些事情，据说他还没有完全走出心理阴影。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